救救我！大隋古董，救救我！妈，大城市工资可高了，我进城打工，现在在古玩店擦古董，1个月3000块呢。孩子，你辛苦了，可千万别累着。完了，大隋店里的古董，我一个学徒打一辈子工也赔不起啊！天哪，我该怎么办呀？我终于自由了，小姑娘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作为答谢，我就赐你一双可以通天彻地的神龙右手吧。神龙右手干什么用的？妙手回春，力大无穷，鉴定万物。鉴定万物。现在出土，制作时间568年前。神龙手竟然可以鉴定古玩的真假，那我岂不是能发财了？女儿，我听见你那边乒乒乓乓的，怎么啦？你没事儿吧？喂，妈，我没事儿，不但没事，我还要发财了。哎，小晴，钱叔，我刚才不小心摔碎了一件古董。行了，有大买家来了，你快跟我去招待客人，赔偿的事儿之后再说。小晴，你快帮我把这幅画扶起来。哎，你慢些拿，这可是我们的传家宝。对，这可是齐白石的真迹，不小心磕破皮，你们可赔不起。齐白石活虾图等。齐白石活虾图等，画作形成时间23天前，缺陷，虾尾断续。钱叔，这幅画是假的。你他妈一个擦古董的杂工，也敢说我的画是假的？你们藏宝阁要是不想买，我们就换个地方卖，但不要诋毁我们的画。哎，别着急啊！等等，小晴啊，你可能看错了，我看他们俩的反应，这画应当是真的。钱叔，齐白石的虾画以鲜活为名，但你看这画里的虾尾，笔墨模糊，断断续续的，跟死虾似的，这画怎么可能是真品？还真是啊！小晴她一个打杂的，竟然还懂鉴宝。你们藏宝阁要是不想买我们的画，就直说，非说我们的画是假的，简直胡说八道。就是，我们走。哎，你们两位演技可以啊，我都差点被你们俩给骗了。钱老板，你不能听着小姑娘的一面之词，我们的传家宝怎么可能是假画？哼，还演上瘾了是吧？钱叔，咱们报警吧。报！你们，哼！这两个骗子还想骗我们。小晴啊，今天多亏你了，否则我收了这幅画得亏几十万。你摔碎的那个如意不用赔了，我再给你1万块奖金。谢谢钱叔。请问这里收不收传家古玉啊？收的，大娘，你要卖什么古玉啊？大娘，您别着急，您先坐。老板，您看看我这块古玉能值多少钱？大娘，你这连玉都不是，更不是什么古玉，不值钱啊！钱叔，我能看看吗？好。一曲金鲤鱼，一曲金鲤鱼，制作时间529年前，明代。明代的碧玺古玩，价值至少几十万。哎呀，朱大娘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你这个锦鲤鱼不值钱，你这是骗不了我，就来这骗钱老板来了。我没骗人，这玉真的是我的传家古玉。钱老板，求求你行好，我女儿病了没钱治，这古玉我只卖8000块钱行不行？哎呀，不是大娘，我是真想帮你，但是你这玉真不值钱啊，真的啊。朱大娘，这别说8000块钱了，就是8块钱都没人要，你赶紧拿走吧。大娘，你要是只收8000块的话，那我要了。这东西买下来，一转手就能赚几十万。小晴啊，我知道你心善，但是帮人也不是这么帮的。钱叔，我真的觉得8000不贵。大娘，您点点，8000块这玉雕我要了。姑娘，谢谢你，等我女儿病好了，我带她一块来谢你。小晴，这钱大娘已经拿走了，这大娘一看就是骗子，8000块钱你就当买个教训吧，以后学着心得硬一些。哎，行了，别说我们小晴了，小晴，赶紧把这东西收起来吧。啊，对，就这么一个假货，赶紧收起来，别影响了你们店的名誉。谁说这是假货了？这不是假货，难道这才是真品？行，你也给说说这是什么品？咦，碧玺锦鲤鱼。邵大师，好，都坐吧。小晴，
你的锦鲤鱼让我看看。大师，这鱼连个玉都算不上，不可能是古玩珍品吧？贾老板，谁说古玩只有玉一种品类啊？碧玺不行吗？你一个学徒懂什么呀？哼！小晴说的没错，这锦鲤鱼是碧玺材质，是明代工艺啊。什么？竟然真的是明代珍品？那大娘明明先去我店里要把鱼卖给我的。可你不仅把大娘赶了出来，还跑到我们店里把大娘羞辱一顿。商大师，那这个鱼值多少钱呢？80万。80万。商大师，那这个鱼值多少钱呢？80万。80万。80万！我刚刚才8000块收的，这才过了几分钟就翻了100倍啊！小琴啊，我们古玩这行就这样，捡了一个大漏，分分钟让你致富。没错，小晴啊，你这个碧玺锦鲤鱼能卖给我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商大师。好，好，这是80万支票，哪个银行你都可以兑钱。好的，商大师，我一会儿就去银行把它兑了。好，好，好。80万，我给家里打了5万，卡上还有75万。如果我能多捡几个大漏，岂不是很快就能发大财了？生化瓷器坊，制造时间15天前。金丝坊，制造时间29天前。玉如意坊，制造时间45天前。全是假货，看来想在古玩街捡大漏发财不太现实啊。正白玉无饰牌，正白玉无饰牌，制作时间103年前。民国时期的玉器，值几千到几万不等，先买了再找人鉴定一下。老板，这无饰牌多少钱？1000，不讲价。想要扫码？行。您的微信到账1000元。好，收到了。哟，小晴，这是来捡漏了，要不去我店里给你鉴定鉴定？好啊。走。这个呀是块韩料，也就价值3、4千吧。韩玉是低端玉料的代名词，确实不值钱。贾老板，那您收这块料吗？收，只要你卖我就收，但是它也就值一个3500左右吧。卖了。来，微信到账3500元。1000块钱买的东西，转手卖了3500，也算捡了个小漏。小晴，按我们店的规矩，我收你500块的鉴定费，赠送你1枚玉佩。行，那我先扫给你。来，付过了，贾老板。好。上品和田玉佩，制作时间368年前。上品和田玉佩，制作时间368年前，清代。清代上品和田玉佩值100多万呀！贾老板绝对没有看过这玉佩，否则不会放到赠品盒里，这可不能让他知道。贾老板，我还得赶紧去钱叔那儿上班呢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行，这玉佩还得收拾下，然后卖出去。你好，店家，你这个玉佩怎么卖？我这个是清代雍正龙佩，价格是120万。可以让我看看吗？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行，那我要了，怎么付款？微信支付。好，转过去了。微信到账120万。有缘人，恭喜你利用神龙手赚取100万，我就再赐你一双神龙眼。这神龙眼也太赞了，我竟然能透过盒子看到里面的东西。有缘人，继续努力，等你赚够1000万，本神龙会赐予你新的奖励。不就是1000万？
这个奖励必须拿到。叶轩，你猜我买到了什么好东西？那清代雍正年间的龙佩。啊，老爷子最喜欢收藏清代皇室物件了。我要是把这个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他，肯定开心。哎，幸好你先拿给我看，你要是直接拿到你爷爷面前，你肯定挨打。什么意思啊？这龙佩是假的，你被骗了。你竟敢卖我假货！我跟你说过吧，你要是敢卖我假货，你别怪我上门把你家店给拆了。这是真的呀。小晴，这不是我免费送你的那个赠品龙佩吗？你卖人了！我的娘哎！你把免费的赠品卖给我，还卖我120万！我的个爹呀！小晴，我没听错吧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是清代雍正年间的和田龙佩，难道不值120万吗？真品当然值，但你说是就是啊。好，你竟敢这么黑我，我现在就要人把你店给砸了！哎，客官，你先别摇人，我有办法能证明它就是真品。你要是能证明它是真的，我李泽亲自给你道歉。这要是真品，我怎么可能送人呢？贾老板，那你可真是打眼了。我怎么可能打赢啊？我可是在这古玩鉴宝上的造诣，不知道比你强出去多少倍。既然贾老板鉴宝造诣这么强，那肯定知道和田玉龙佩的特征吧？和田玉呀，质地细腻，内有细密云雾玉花。那你仔细看看，这到底有没有云雾玉花？怎么会有呢？这只能说明这块玉佩是和田玉材质，但并不能代表它就是清代皇室流传出来的古董啊。对呀，和田玉也很值钱啊。我当赠品送给金晴的时候，怎么就没好好看看呢？清代龙佩上的龙眼圆润突出，龙鳞犹如火焰。还真是。哎，不是，你俩在这唱双簧呢？说这些我又不懂，谁知道你俩是不是合起伙来骗我啊？啊！我可以证明，小晴说的是真的。商大师，商大师，劳烦请您给长长眼，看看这块玉佩是不是真的。李小子，这块玉佩是清代雍正年间的皇室珍品，价值120万。李小子，这块玉佩是清代雍正年间的皇室珍品，价值120万。多谢商大师。小晴啊，雍正年间的古物可不多见呐，你是从哪儿收的呀？商老，我是在贾老板家鉴定玉器，付过鉴定费之后，他免费送给我的赠品。送的？我竟然赠送给了金晴120万！作为一个古玩玩了20年的老江湖，我大爷成这样太丢人了吧！哎呀，店家，我把真品当成假货，还过来找你麻烦，真是对不起啊！没事没事，我原谅你了。今天是我对不住你，你以后要是有我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来找我，我李泽绝不含糊。好。小晴，你不是一直想买套房子吗？今天一天捡漏了200多万，买房足够了吧？好啊，钱叔，我正好打算下班去看看房子呢。哎，正好，我朋友有房产资源，我带你去看房，要是看中了，给你打折。好。金小姐，里面请。舟山石玉玺，全工染色工艺，制作时间5年前。上等皮黄玉印章，制作时间152年前。这个玉玺做工粗糙，一看就是流水线工艺，不值钱。但这玉玺里面藏着一块田黄玉印章，田黄玉是暗刻交易的贵重玉料，一块印章，而且还是古玩，估计比这房子还值钱呢。林先生，如果我买下这个房子的话，这里面家具还有这些摆设，是不是都归我了？是的，金小姐，你要是把这套房子买下来啊，所有的摆件还有家具全部归您所有。这套房子打完折以后是182万。金小姐穿着普通，肯定付不起房款。要不是李少在，我都不会来这儿。刷卡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你去把购房合同和 POS 机拿过来。金小姐，这边请坐。
林经理。支付成功，金额182万。他竟然能全款买下这套房。金小姐，这是购房合同和银行卡，你先收好，剩下的手续问题我们办完以后就把房本给你送过来。好。走吧。这个玉玺又不值钱，你干嘛像个宝贝似的，一直拿着不放啊？你怎么知道它不是宝贝？我打算一会儿去找商大师鉴定一下。小秦啊，这个寿山石做的玉玺，明显就是人工染色所致。这种劣质品，你怎么能拿给商大师看呢？你看，我就说了吧，这东西啊不值钱。商大师，您看呢？从表面看，这枚玉玺是用人工染色的寿山石制成，雕工粗糙啊！这玩意儿在工艺品店里面啊，到处都是，几块钱一个。对呀，不过小晴能让我鉴定，这玉玺里面定有秘密。商大师，您是不是看出什么了？这里有一个田黄玉，质地细腻，颜色纯正，上等品质啊！哎，我看看，还真是田黄玉啊！没想到这么烂的品质里能开出田黄玉来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田黄玉很值钱吗？按照现在的市场价，上等品质的田黄玉20万一克。不知道这个玉玺里面的田黄玉印章有多少克，但是它的价值肯定不会低于那套房子。来，商大师，拿来称称看，看有多少克，看看值多少钱。这田黄玉印章重13克，13克，20万一克，13克价值260万，也就是说，小晴你花180万买一套房，顺手赚了260万。这个田黄玉可不止260万，它还是一件古玩，收藏价值你还没算进去呢。商大师，那这件宝贝到底值多少钱？这枚印章是清代的物件，放到拍卖会上，价值350万到400万。哇，可以啊！哎，对了，小晴，这枚印章你是打算自己收藏还是卖掉啊？商大师，我想卖掉。那你卖给我吧，我出400万，怎么样？好。好，那就给你手机转账吧。啊。您的卡到账400万。小晴啊，你这运气可以，不仅买了套房，还挣了这么多钱，厉害！是啊，这不仅是眼力好啊，小晴能在房子里从这个劣质的玉玺里边发现印章，这说明眼力十分不错呀。没错，前任房主在那间房子里面住了那么多年都没发现这个宝贝，小晴刚接手就发现了这个玉玺，这份眼力啊，真是绝了，我佩服。说到眼力，我正想有个事儿想跟你说。商老，您快说。我想推荐你参加本届的寻宝大赛，这是一次考验古玩鉴定师眼力的赛事。好，好好表现啊！欢迎大家参加本次寻宝大赛，从今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，大家凭自己的眼力在东街古玩市场寻宝，由商老、秦老、胡老共同鉴定古玩的价值，谁寻到的古玩价值总价值越高，谁将获得500万的古玩一件。500万的奖励？对。现在8点半了，大家跟我去东街吧。小姑娘，好眼力啊！这个是檀木，配得有安神作用。酱香黄檀手串制作时间129年前。酱香黄檀是极品梨花木，这一串估摸能值30万左右，而129年前的古玩梨花木，至少值几百万呢。老板，这个手串多少钱？50。老板不识货，便宜我了。听说你是这届古玩大赛中唯一一个古玩学徒，果真没眼力劲，净看这种不值钱的东西。你怎么知道不值钱？我看这手串包浆和磨损痕迹，是一件古玩无疑，可能值大钱。这种东西怎么可能值钱啊？值不值钱，让商老他们鉴定一下不就知道了？麻烦各位大师鉴定一下这串梨花木手串的价值。
一串普通的檀木手串也好意思拿到大师面前？等大师鉴定出不值钱，看你怎么丢人。这手串材质是酱香黄檀。酱香黄檀，来我看看。确实是酱香黄檀，包浆圆润，浅浮雕，这是清代的风格。怎么可能？清代酱香黄檀手串，估值450万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这个手串花了多少钱？我给你登记一下。胡老，我叫金晴，这个手串是我花了50块钱买的。哇呀，50块！嘿，小姑娘，你花了50块钱就买到一串价值450万的手串，真是好眼力呀！秦老，我只是运气好而已。好运不可能一直在你身上。恰似珐琅鸟笼，制作时间258年前。清代乾隆年的古玩，少说也得值400-500万。老板，这鸟和鸟笼多少钱？3000。哟，你来大赛是寻宝的呀，还是斗鸟的呀？怎么连鸟笼都拿起来了？你不会觉得鸟笼是个宝贝吧？这一看就是个普通货。你说的对，这鸟确实看着好像不值钱。对了，老板，这鸟能便宜点吗？最低2000。哎呀，我都来这儿逛了半天了，我就相中这个鸟了，1000我就要了。行，扫码吧，扫码吧，拿走。走，我们找大师鉴定磁盘去。这件瓷盘是清代同治期的官窑精品，价值60万。老胡，登记吧。商老，这鸟笼不是古玩吧？这是一件木器古玩呀。就算这个鸟笼是一件古玩，跟我的瓷器价格也是没法比的。两者价值确实非同日而语啊。金晴，我看你这是被摊主忽悠了，才买的这个鸟笼。不过归根到底也是你没眼力劲儿，才寻不到真正的宝贝。这个鸟笼是清代乾隆时期掐丝珐琅制品，价值650万。什么？这个瓷瓶也就价值60万。一个鸟笼竟然比我的瓷器贵10倍，你没开玩笑吧？这怎么可能？不是所有的瓷盘都值钱，也不是所有的鸟笼都不值钱。鸟笼是清乾隆期的宫廷制造，难得一见的精品啊！沈鉴定师，这个金晴的鉴定能力很强啊，咱们要是想进前3，有点难啊。所以我们必须阻止他捡漏。这还能阻止啊？怎么阻止啊？沈鉴定师，你不想让他继续捡漏，总不能找人拦着他吧？我哪有那么蠢啊？我们去找古玩摊摊主，说金晴的鉴赏能力很强，他看这种东西都高价卖给他就好了。哦，对，捡漏是低收高出，价格一高，他自然就不买了。高。春玉玉佩，制作时间115年前。清代的玉佩，玉质一般，估计能值个2-3万块钱。老板，这玉佩多少钱？姑娘好眼力，这是我坛上最旧的古玩，价值30万。太贵了。姑娘，这个瓷盘50万。粉彩瓷盘，制作时间123年前。晚清粉彩瓷器也就值20万，50万入手，血亏。清代陶俑，制作时间239年前。乾隆时期的陶俑，估摸能值个10几万块钱。姑娘，这个陶俑啊，90万。老板，怎么接连几个摊主给我价格都这么贵啊？还高的离谱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姑娘，刚刚有人来拿着你的照片，给我们说你看中的都是真品，让我们几个摊主高价卖给你。谁这么卑鄙，用这么低劣的手段阻止我参加寻宝大赛？就那个穿着棕色中式唐装的人和旁边站着穿旗袍的女人。沈瑜和赵水星搞鬼，既然你们给我下绊子，那就别怪我教训你们。老板，
你想不想赚一笔大钱？怎么赚？啊！哎呀，老板，你这陶俑要500万，也实在是太贵了吧？我实在是没有钱啊。姑娘啊，这陶俑啊是汉代珍品，500万啊，真不挣你钱。这汉代陶俑至少价值2000万啊！哎，沈鉴定师，我们能把这件陶俑拿下，咱们绝对能进前3啊！老板，我真的很想要这个，可是500万太贵了，我去找我朋友借点钱行不行？你先帮我留着，可不能卖给别人呢。行，那你先去。哎，走。这陶俑怎么卖？这陶俑啊，500万，但是吧，已经有人定了，不卖。550万，卖不卖？哎呀，这，哎呦，这，给。哎，那行吧，他预定了，也不一定过来。走。哎，550万的教训足够你们心痛了吧？不错，这件算得上清代陶俑中的精品呀。这陶俑怎么可能是清代的？这难道不是汉代的吗？这陶俑做工精细，造型写实，是清代特有的特征。而汉代陶俑作为陪葬品，古朴凝重，可没有这么精细呀。没错，这是清代陶俑，价值15万。可我们花了550万买的。那你们可是打眼了呀！金钱。没想到金钱也有打眼的时候啊！一个陶俑分不清汉代跟清代。他当然有打眼的时候了，他一个学徒，难不成还能一看一个准吗？谢云州的山水画制作时间208年前。谢云州的山水画制作时间209年前。谢云州的山水画制作时间209年前。谢云州的山水画制作时间211年前。谢云州的山水画制作时间216年前。谢云州是清代著名的山水画大师，他的画作都价值100万以上。老板，这些画怎么卖的？客官，这些画都是丘拓大师的珍品，非常珍贵。这可不是丘拓大师的画，看来老板不懂画。老板，你可别骗我，丘拓大师的画泼洒写意，这几幅画明明是笔工细腻，根本就是2种风格嘛。小姑娘，你懂得还挺多，我也不忽悠你了。一幅500，200一幅，这几幅画我都要了。行吧。扫过去了。商老、胡老、秦老，我买了5幅谢云州的山水画。谢云州大师的画作，那你这次肯定要打眼喽？什么意思？谢云州大师的画作十分稀少，目前仅存的都在东林拍卖行，剩下的根本没有流传。你这几幅肯定不是谢云州大师的画作。那可不一定。你不要心存侥幸了，你这几幅图一定是假的。非也，我手里这2幅画全是真迹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这1幅也是真品，我看这2幅也是真品。各位大师，那我这5幅画一共价值多少钱呀？这1幅画价值是150万，5幅750万。胡老，我这5幅画一共花了1000块钱，麻烦您给登记一下吧。小姑娘，你现在寻宝的这个眼力和捡漏的能力真是厉害呀！我现在就给你登记。您过奖了，那我就继续寻宝了。小强，连我都看得出来，这支毛笔材质粗劣，根本就不值钱啊！谢
竹毛笔制作时间3年前，象牙毛笔制作时间689年前。细竹毛笔确实不是古玩，但里面藏着的元代象牙毛笔至少值几百万。你还是换一根好一点的毛笔吧。哎，李少，我想买一根毛笔练练字，值不值钱的不重要。老板，这个毛笔多少钱？800。哎，老板，一个竹子毛笔你卖800块，你抢钱呢？这毛笔很可能是古玩，800块钱不贵。老板，你看这现代化做工，怎么可能是古玩呢？80还差不多，卖不卖？80不卖，最低150。行，那就150。小晴又寻到什么宝贝了？毛笔。松竹毛笔，现代工艺，100-200块钱的东西，怎么可能是宝贝啊？松竹毛笔算不算宝贝？你又说了不算。你少跟我抬杠，普通的毛笔怎么可能是宝贝？重量不对呀，里面藏有东西。那麻烦商老帮我打开一下，看看里面藏了什么东西吧。好。松竹毛笔可能不是宝贝，但是里面藏的东西很有可能是宝贝哦。普通的毛笔里面怎么可能藏有东西？等松竹毛笔打开，发现里面藏的不是宝贝，看你怎么丢人。质地细腻，光泽澄亮，这是象牙毛笔啊！象牙毛笔何等珍贵，怎么可能藏在普通的毛笔里？这上面有象牙的牙纹，确实是象牙毛笔，真是难以置信呐！商老、胡老，出售和买卖象牙制品都是违法的。我们既然看见了，不如报警吧。沈鉴定师，给你普个法吧。1973年国际濒危野生动物公约签订以后，买卖和贩卖象牙制品才违法，但是在这之前的象牙制品买卖并不违法。商老，那依你之见，这个象牙毛笔是什么时候制成的？从风格和技艺来看，这是元代制品。商老，那我这个毛笔值多少钱呢？这根象牙毛笔啊，价值800万。要是遇到象牙爱好者，价值不可估量啊！天哪，小强，你买这根毛笔花了150块，现在它竟然值800万！什么？小强一共才花150块钱啊！店里的老板也以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棕竹毛笔，普通的棕竹毛笔也就几十块钱，150都算贵的了。小晴啊，你这次又捡了个大漏。只是我运气好而已。运气好有什么用？寻宝大赛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你也没有机会捡漏了。本次大赛寻宝阶段结束，下面我宣布赛事名次。第一名肯定是徐强，他师叔胡老学了13年，肯定比某鉴定学徒强多了。他比某学徒强不强不知道，但是啊，肯定比某鉴定师强多了。本届大赛第3名徐强，寻得3件瓷器，1件字画，总价值780万，购买价193万，差价587万，奖励价值100万的古玩1件。好。徐强怎么可能不是第1名？这届的选手实力太强了。小强，徐强587万位居第3名，你的那几件古玩价值2000多万，第1名肯定是你的。这一届选手卧虎藏龙，他怎么可能是第1名？我看顶多就是个第2。第2名江耀，寻到5件字画，4件瓷器，总价值1150万，购买价263万，差价887万，奖励价值300万的古玩1件。沈鉴定师，又让你失望了，第2名也不是我哟。下面我们宣布第1名是本届寻宝大赛第1名金晴，寻到2件木器，5幅字画，1幅象牙制品，总价值2650万，购买价2850元，总差价2649万多。2000多块钱买到了2000多万的古玩物件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这差价太让人难以置信了，他不会作弊了吧？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才不会作弊呢。2600多万的东西花了2000块钱，你说没作弊，有人信吗？我相信，
我就是相信金小姐捡漏古玩能力强，让你作弊，你能花300块捡漏800万的象牙毛笔吗？好了，静静，我们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也是和诸位一样的震惊和难以置信。但经过我们复核金情寻宝的交易经过，确实是花了2000多块钱，就买得了价值2000多万的古董。下面有请金情领取价值500万的古玩奖品1件。金小姐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。什么事情？金小姐，你这鸟笼手串、字画象牙、毛笔，还有这瓷器等，你是想自己收藏呢，还是想出手？宝总，我想卖掉变现。那卖给我们拍卖行吧，我以鉴定估价3150万买下，如何？好。这是3150万的支票，到任何一家银行都能取现。有缘人，恭喜你赚够了1000万，本龙就赐你天下所有珍宝的知识。我原先只对清代古玩比较了解，现在对所有年代的古玩都了如指掌了。有缘人，等你赚取1亿，本龙将升级你的神龙眼，届时可看穿世间万物。看穿世间万物，那就不局限于古董了。不过要通过鉴宝赚1亿，才能获得这个看着都很厉害的能力。我先去把支票兑换了，然后就去寻宝。丝绸修龙方卜，制作时间632年前。明代皇室朝服方卜，用材珍贵，工艺精良，价值几百万啊！姑娘，我这绣品都是有质量保证的，来几件吧。多少钱一件？50块钱一件。行，老板，那这几件我都要了。好，一共150块。乡下来的就对这些便宜货感兴趣。便宜货里说不定藏着大漏呢，而你这种只买贵的人，可能永远也捡不到大漏。这些流水线的工艺品，怎么可能有大漏？我看他手里的方卜不像普通的绣品，会不会真是大漏啊？不可能。商老，我给您看一件绝无仅有的宝贝。哦，什么呀？请您鉴赏。商老，这个旧品就是金琴在地摊上买的，不可能是古玩。这是非常珍贵的古玩物件呀。怎么可能？这不就是一件普通的绣品吗？怎么可能是古玩？这五爪金龙色彩庄重，是明代早期的皇室方卜啊。商老，那这个方卜它价值多少呀？这方卜的市场价值在850万到1000万之间。如果你愿意让给我1000万，如何呀？好。好。他的眼力怎么能那么好，在地摊上都能捡到大漏？运气好而已，他不会这么一直运气好的。来看看，哟，小姐好运气啊，一下子就挑中了我这保存最好的古玩。保存最好的，不会是新货吧？斗手镜山水花扇，制作时间439年前。明代名家做的折扇，这保存的确实不错，得值1000多万吧？老板，这扇子多少钱呢？500块，不还价。啊，好。好，收到。哟，金大学徒，买扇子呀？去扇店买，比这儿便宜多了。这个也不贵啊，而且很值钱，你要不要看看？扇骨是不错，扇面嘛，一看就是做旧的，不值什么钱。沈鉴定师的鉴赏能力还真是不敢恭维。你的意思是这扇子很值钱吗？对啊，它就是很值钱。那我们就再找一个人瞧瞧，是不是真的值钱？行，走吧。宁大师，这扇子是现代工艺吧？沈鉴定师，这扇子不是现代工艺品。这扇子明明就是做旧工艺，怎么可能不是现代工艺？这把扇子就是一个保存比较好的古玩，怎么可能是现代工艺品呢？我怎么可能连古玩和做旧工艺都分不清呢？很有可能你眼神不好吧？
宁大师，您说呢？这个是明代山水画大师董守敬的扇面，香妃竹扇骨，的确是古玩。董守敬大师的画作从来没有流传出来过。这个要是真的，那就是绝品，所以怎么可能是真的呢？构图疏朗有致，设色清雅，又见风骨，是真品。宁大师，那依你之见，这副扇面值多少呢？这个数，金小姐，如果在拍卖会上，他估计能拍个1200万。实不相瞒，鄙人也是董守敬大师的拥趸，收藏董守敬大师名画也不下30幅。这折扇能不能让给我？可以啊。那好，我们加个联系方式，你把账号发给我，我把钱转给你。您的卡到账1200万，看到没？1200万。又让金晴捡了个大漏。哎，几个，宁大师，快来鉴赏鉴赏我的画，别看那扇子了，这扇子再珍贵，肯定没我的画珍贵。是吗？《朝阳花鸟图》，元代文玉大师的作品。不过笔墨晕染过度，有形无神。张老板，您这画儿是赝品。这真的是赝品啊！这么说，你已经找人鉴定过了？我不信那些人的水平啊！我花900万买的，怎么可能是赝品呢？朝阳版花鸟图仿，制作时间2年前；文玉朝阳花鸟图制作时间718年前。赝品里藏着真品，文玉的画作真品价值都在1000万以上。张老板，看此画虽然是赝品，没有真品值钱，但仿工不错，能值几万块钱。那宁大师，你收这画吗？我不收赝品。张老板，按照聂大师说的，你这幅画虽是赝品，但仿工不错，我想买下来学习研究一下，就是不知道你想出多少钱卖给我呢？那就5万吧。行。银行卡到账5万元。买副假画，怕不是脑子被糊了层雾吧？你脑子才被雾了呢！你看不出来就不要瞎说。你这画的妙处藏在细节里，看不懂就不要瞎咧咧。宁大鉴定师都说了，这幅画是赝品，还能有什么妙处？难不成你的鉴定水平比宁大师还高？金晴，你别以为你捡了几个漏就成古玩大师了，连宁大师的鉴定结果都敢质疑。宁大师说是假的，他就不可能是真的。真的假的？你们俩说了又不算，我又没说这画就是真的，我只是说这画里藏有玄机而已。怎么可能还有玄机？宁大鉴定师会看不出来？我看你就是嘴硬。啊！这幅画上竟然真的另有玄机。文玄之印，玄之是文艺的字，这幅画下面是文艺大师的画作。我看也是，只是一个印记而已，不一定是文玉的真品啊。啊，是文艺大师的真品，收进啊！小强，你又捡了一个大漏，恭喜啊！这幅画价值1800万。商老，那您愿意收这幅画吗？你愿意出手吗？那我当然收了。宋先生，你这手串不值30万，我受不了。怎么会？这是我爸收藏的老物件，他说至少价值30万。如果不是家里急用钱，我是不会卖掉的。哟，沈鉴定师，你来了。您要是不相信我的鉴定结果，可以让沈鉴定师给看看，他是东陵拍卖行的鉴定师。麻烦沈鉴定师您给看看。质地如玉，包浆温润，是沉木，值2-3万吧。宋先生，你的手串能给我看看吗？你看也不能改变手串材质，把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变成值钱的呀。上等奇香沉木手串，制作时间105年前。沉木不值钱，但上等奇香沉木是稀世珍宝，价值上千万。先生，我出30万买下，怎么样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谢谢。哟，金晴，不捡漏，改做慈善了。你怎么知道它不值钱呢？商老，金晴花了30万
买了一串价值3万的沉木手串，他说这叫捡漏呢。什么手串能让你花30万买下呀？就是这串手串，您鉴赏一下。商老也不可能把沉木鉴赏成别的材质啊，你打眼了就要承认。你没见识，就不要觉得别人都跟你一样没见识。你，商老，这难道不是沉木吗？香气清幽，微泛紫光，质地润软，是奇香沉木。什么？这就是那种比黄金还贵的奇香沉木？是，竟然是奇香沉木。审鉴定师，打眼的是你。商老，这个手串价值多少钱呢？奇香沉木是按克计价，市场价在55万一克，这串手串重41克，价值2255万。我竟然打眼错过了一串2255万的手串。商老，这种稀世珍宝我戴在身上不安全，能卖给您吗？好。金小姐的眼力真是厉害呀！她哪有什么眼力，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沈瑜，哎呀，沈小姐，你先别生气呀。金情的捡漏，咱们也能啊。这样，李诺店里啊，这刚到一批新货，据说珍品很多，我带你去看看吧。啊，走。行吧，走。他怎么也在这儿？哎呀，李诺开门做生意呢，估计不好不让他进门吧。其实他在也不错，是吧？他鉴宝是有水平，咱们可以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金钱看中的东西，我们以更高的价格强买下来，那不就变成咱们捡的漏了吗？我需要靠他捡漏吗？周子琼制作的和田玉杯，制作时间598年前。明代著名雕刻家周子琼的作品，价值1000万以上啊！沈瑜，他不会想抢我的漏吧？上次金琴打眼，害我损失500万，这次我要自己看清楚。哎呀，老板，你这陶俑要500万也太贵了吧？我手上没这么多钱啊。姑娘啊，这陶俑可是汉代的珍品，卖500万已经很便宜了。这杯子材质不错，但雕工过于精致了。周子琼大师的雕工不仅精致细腻，还工整，有点像是机械精雕的。金琴这次估计又打眼了。李老板，这个多少钱呀？这是明代流传下来的玉杯，要价50万，不讲价。我看这玉杯就是现代工艺品，不值钱。金琴要是买下，那就赔钱赔定了。周子琼制作的和田玉杯，制作时间598年前。周子琼大师的珍品，价值1000万，50万买下也算是捡了一个大漏。老板，扫码可以吗？可以。银行卡到账50万元，相信商老对这件古玩会十分感兴趣。商老，这杯子一看就是机械精雕的，金琴也好意思拿到你面前鉴赏？商老的眼光跟你可不一样，绝对不会把明代的紫琼玉杯看成现代雕刻工艺品。什么？你说这个杯子是紫琼玉杯？对啊，怎么可能？商老，这个不是紫琼玉杯吧？这杯子材质上等，浅浮雕工艺，刀痕细如游丝，却连绵不断，风格既端庄又灵动，是周子琼大师雕刻的玉器珍品啊！竟然真的是紫琼玉杯！紫琼玉杯啊，不错呀，真是紫琼玉杯。老尚，你是知道我的，几十年来致力于收集紫琼玉，这杯子你说什么都得让给我。老荣啊，这杯子不是我的，是小晴的。荣老，你打算多少钱收呢？这杯子在市场价值2400万，低于这个价就不要开口了。我出2500。好，成交。得意什么？我就不信你不会打眼。铜蟾蜍。制作时间1年前，天生元宝祖前；制作时间991年前。这蟾蜍咬的铜钱是宋代祖钱，价值2-3千万呀！蟾蜍嘴里的铜钱价值几千万，我不能让沈瑜发现铜钱的秘密，得转移他的注意力。沈大鉴定师，一个现代工艺蟾蜍摆件你也抢？纯铜材质，去年刚制造的，
这蟾蜍的确是工艺品，但是，金晴，你会对工艺品感兴趣？这可不是一般的工艺品，这是蟾蜍，是招财神兽，我当然有兴趣了。怎么？难道你这样的人还会对这几10块钱的摆件感兴趣？当然不感兴趣，我们家从来没有低于10万块钱的摆件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30块钱。30块钱，捡漏赚了那么多钱，还这么小气？你难道觉得这30块钱东西能给你招来财运啊？当然能招来财了，白日做梦。那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，什么叫做招财梦成真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哼，切！天盛元宝，铜质清纯，品相完好，这是一枚不错的宋代艺文铜钱啊！工艺精湛，无铸造荷香痕迹。这是祖钱呐！商老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宋代祖钱不可能保存这么完好。包总，你来的正好，来看看这枚铜钱。这是天圣祖钱，太罕见了。包总，这枚祖钱价值多少钱呢？这是你的祖钱，你要出手吗？对。如果参与拍卖，估计最高能拍到2800万，但我想个人收藏，你能让给我吗？能啊。包总，这枚祖钱加这个蟾蜍，金晴才花了30块钱，他怎么能卖给您2800万呢？什么？金小姐，这枚价值2800万的祖钱，你30元就买下了？包总，我花30块钱买的是这个工艺品蟾蜍，不是价值2800万的祖钱。强词夺理，这叫捡漏的道理。你要是有着捡漏的能力，你也可以去花30块钱买一个价值几千万的古玩啊。可惜呀，你没有。沈鉴定师，金小姐说的没错。金小姐，好眼力，这是2800万的支票。金小姐日后再寻得这种重宝，可以优先考虑让给我，价格好说。有缘人，恭喜你赚钱1个亿，本龙现在就给你升级神龙眼。我的神龙眼升级了，好像什么都能鉴定。金晴，你3番5次跟我作对，害我丢人，这次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水晶，你去找几个人教训一下金晴，告诉他一个普通古玩店的学徒，没身份没背景，以后少跟我作对。好。猫咪，出生时间3年前。鉴定活物的时候，活物会被定住几秒，这倒是方便我看数据。站住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哥几个今天给你个教训，以后少招惹沈鉴定师。沈大鉴定师是沈鱼，让你们来找我麻烦的？当然不是了，我们就是看不惯你。神类张水星出生时间29年前，神类陶切出生时间19年前，神类延迟出生时间21年前，神类纽一出生时间21年前。你干了什么？我不能暴露万物鉴定术，给你们点穴了呀，把你们绑住了，看不出来吗？你会武术？对啊，我之前跟一个乞丐老爷爷学过武术，你们什么都不会，竟然敢来教训我。喂，警察吗？这里有几个人把我绑架，还拿着棍子来教训我。你们双方协商一下怎么解决，选择道歉还是赔偿？金晴，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了。我相信你也不敢让我跟你道歉或者赔偿。是你们聚众携带武器找我麻烦，我为什么不敢让你们赔钱呢？哼，我可是东陵拍卖行的鉴定师，你知道东陵拍卖行在全球拍卖行排第1意味着什么吗？你只是一个普通古玩店的学徒，让我给你道歉，信不信我让你在古玩圈混不下去？有神龙眼在，硬刚的话，混不下去的绝对不是我。赵水星，我看不想在古玩圈混的人是你吧？包总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待人寻衅滋事，严重违反拍卖行规定，你被辞退了。
保总，你也有今天呐！金小姐，你鉴宝能力一流，是否有兴趣到我东林拍卖行当高级鉴定师？高级鉴定师，那有什么好处吗？金小姐，高级鉴定师是处于拍卖行的高级正式职员，但工作时间自由，而且鉴定的古玩拍卖出去之后，还有5%的价格提成，不耽误我寻宝捡漏，还多了个大靠山。好，我答应加入。欢迎你加入。金小姐，我有点急事，你签完入职合同之后，让杨经理先带你去鉴定室认识一下其他的人。好。各位好。哟，清大学徒，你来我们拍卖行鉴定室做什么？难不成又寻了什么宝贝，需要我们给你鉴定？我来这儿当然是给客人们鉴定古玩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沈鉴定师，金小姐目前是我们拍卖行的高级鉴定师。什么？他一个普通古玩店学徒，保总竟然让他做高级鉴定师？学徒都还没有出师，保总怎么能让他做高级鉴定师呢？杨经理是不是弄错了？没错，金鉴定师的实力是得到保总认可的。我来拍卖行5年了，都没当上高级鉴定师。青青凭什么一来就是高级鉴定师？我要想办法把他赶走。什么实力？运气好罢了。运气好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你运气不好，说明实力也不行。怪不得你一直是初级鉴定师。你路上听杨经理说，这里有50-60名鉴定师，初级5人，其中就有沈瑜呀。各位鉴定师，这位是秦先生，他想鉴定一下这个瓷瓶价值多少。秦先生，你这个青花瓷瓶纹图模糊，是个仿品，不值钱。不可能是仿品，这是我曾祖父传给我的，从我祖父到我这儿有100多年了，它怎么可能是仿品呢？秦先生，我可以看一下你的瓷器吗？行。你难道还能把假的看成真的？我不可能把真的看成假的，倒是你很有可能。我不可能看走眼。青花瓷瓶制作时间353年前。这件瓷瓶是康熙早期的青花瓷真品。对，我祖父告诉我，这瓷器就是康熙朝的。你们说是就是了。金鉴定师，请说出你的鉴定依据吧。这件瓷瓶胎质厚重，釉面肥润，呈青白色，发色灰蓝，且有晕染，成色深沉。这就是符合康熙朝早期青花瓷的特征。而这些纹图有些模糊，是因为保存不当的缘故。诸位认为呢？金鉴定师说的对，有些瓷器就是因为保存不当，会导致图文模糊。这瓷器确实符合清代青瓷的特征，是一件青瓷真品。竟然是真品！沈鉴定师，你又打脸了。这件瓷瓶虽有瑕疵，但瑕不掩瑜。作为官窑瓷器精品，估价可以给到2700万。金鉴定师，您对这件瓷器的估价应该是没问题，但是作为拍卖行的鉴定师，给收藏品的估价不能是实价，要是起拍价。什么意思？起拍价和估价不是一个吗？起拍价要低于估价。起拍价低，大家才会竞拍，价高了就没人愿意竞拍了。这是拍卖行的市场规律吗？那你们认为这件瓷瓶的起拍价应该是多少？这件瓷器的起拍价定在2500万左右，因为它的成交价在3000万左右。金大鉴定师，不要觉得你鉴定出一件古玩真品就很了不起了。
我们拍卖行鉴定，每天都要鉴定成百上千件藏品，一天上百件，一个月几千件。只要我鉴定出几十件高价值的珍品，送去拍卖，那我每月的鉴定提成妥妥过亿呀！你总有打脸的时候，到时候就看你怎么丢人。沈鉴定师，这位是熊先生，想请您鉴赏一下他的收藏品。沈鉴定师，这个碗是我朋友之前送给我的古玩，说是宋代汝窑的碗，您帮我鉴定一下，看值多少钱，能不能在贵行拍卖？熊先生，这个碗釉色饱和，胎质也不够细腻，是个仿品，不能在我们拍卖行拍卖。啊，假的！金大鉴定师，你要不要也鉴定一下这个碗是真的假的呀？天蓝釉汝窑碗制作时间932年前。金大鉴定师，这个碗是假的没错吧？这碗是真品汝窑。金晴，你不要为了跟我抬杠，就把假的说成真的。就你这眼神儿，把真的看成假的，我犯得着跟你抬杠？你什么真的假的？保总，这个碗釉色饱和，分明不符合宋代天青窑色彩委婉含蓄的特征，是个仿品。金晴非要说是真的。宋代汝窑除了自然含蓄的天青窑，还有色彩明澈的天蓝窑。包总，你看这个，色彩明净，犹如晴空，釉面厚润，开片自然，这个是天蓝汝窑无疑。天蓝汝窑是被称为稀世珍宝，从宋代流传下来就没有几件，已知的都在博物馆里，外面哪还有几件啊？沈鉴定师，这碗确实是宋代天蓝汝窑的真品。啊，包总，那我这碗值多少钱呢？金鉴定师，你认为呢？如果在我们行拍卖的话，我认为起拍价可以到5200万。那麻烦贵行帮我拍卖了。好。肖鉴定师，你带着熊先生去办一下拍卖手续。金鉴定师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要不是你，我这真品就要被某鉴定师当成赝品了。如果不是金晴，事情也不会变成这样，一定要把他赶走。沈瑜，你来鉴定师几年，至今鉴定还总出错。保总，我……好了，解释的话不必说了。以你现在的鉴定能力，不足以在鉴定室，你去石料室吧。保总，石料室指的是，难道是我想的那个特别值钱的石料？石料是指翡翠、玉石、宝石等原石，有我们自己购买的，也有客户送来鉴定和拍卖的。我有透视术，可以看穿原石。如果能买卖原石赚钱，岂不是更快？保总，那些原石我可以买吗？当然可以。那我可以去石料室看看吗？可以。这些原石内部都有玉石或翡翠，但价值都不高啊。沈鉴女士，这是段老板送来的原石，您给鉴定一下品相吧。这块原石松花较少，品相一般。那价值如何？能送上拍卖吗？可以送上拍卖，但价值一般，起拍价在50万左右。这么低？我买的时候花了1000多万。那是你看走眼了。这块原石里有这么大一块玻璃种翡翠，如果切出来，价格估计会超过1亿。沈鉴定师，那你们拍卖行收这块原石吗？可以按50万收。那算了，我到别处去看看吧。麻烦帮我把原石搬到车上。段先生，我想买这块原石，你愿意出什么价格？2000万，少了这个数不卖。好，我出2000万买下这块原石，怎么样？当然可以。金晴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花2000万买品质这么差的原石？我脑子好着呢，倒是你的眼神是真的不好。
不如去医院挂个眼科，好好治治吧。段先生，这是买原石的支票，请您收好。金晴，你对这块原石这么有信心，不如现在切开看看。好啊。切开没翡翠，你就等着打脸吧你。清大鉴定师，你现在就切开，让我们看看吧，里面到底有没有翡翠？好啊，那就现在让小旭切一下，让沈鉴定师长长眼。小旭，麻烦你从这里切一刀。好嘞。这个石头品质看着不怎么样，看来很难开出绿啊。这块原石表皮松化这么少，根本不可能出翡翠。出绿了。竟然真的出绿了，还是最珍贵的玻璃种。怎么可能？金鉴定师，您真是好眼力啊！这块翡翠你卖吗？我愿意出5000万。这么大一块珍贵的玻璃种翡翠，你就出5000万？瞧不起谁呢？我出8000万。金鉴定师，我出1个亿。我出1亿5千万。我出2亿。看这块原石的质量，里面最多5公斤的翡翠。如果出2亿买的话，那不赚钱了呀。我出2亿，你把这块翡翠料子卖给我，怎么样？好，我就2亿把这个翡翠卖给你。好，给。赌石果然赚钱呐。金晴，你连松花都不会看，说明你根本就不懂原石。你这次能开出绿，不就是瞎猫碰见死耗子罢了？你了解原石，玻璃种翡翠原石送到你面前，你都看不出来。眼瞎是种病，得治。你少得意，你不可能每次都运气这么好。我能看出原石里有翡翠，靠的是眼力，而不是运气。我眼里的透视术。你靠的是眼力，谁信啊？沈鉴定师，这是邵总送来的翡翠原石。你眼力好，不如你先看看吧。好啊，沈鉴定师，那我就先看看这块原石。我不信这次你还能看准，说是看不准，我就看看你怎么丢人。这块原石里有紫色翡翠，价值过亿呀！怎么看不好啊？这块原石皮壳雾层浓郁，色泽暗沉，纹理杂乱，一看就开不出翡翠，这是块废石。沈鉴定师，这块原石表层松花这么多，怎么可能是废石啊？沈鉴定师之前不是说，只有松花多的才能出翡翠吗？松花只是评判原石的标准之一，并非绝对标准。除此之外，还要看颜色、光泽、纹理，综合来看，这块原石绝对不可能出翡翠。我认为这块原石可以出翡翠。那你买下好了，品质这么差的原石绝对不可能出翡翠。那真是可惜了。邵先生，这块原石您打算多少钱出手？邵先生，这块原石您打算多少钱出手？沈鉴定师从业多年，经验丰富，认定这块原石是废石，说不定真是废石，卖出去的话还能收点钱回来，要不然就砸手里了。这块原石我卖800万，您看行吗？行。花800万买一块品相这么差的原石，是钱多的烧手吗？这800万的支票您收好。我钱是多，但是我不会买废石。你有本事你就现在切开让我看看。好啊，小旭，麻烦你切开一下，让沈鉴定师见识一下这里面到底有没有翡翠。青青，开不出翡翠来，你就等着丢人吧。丢人的只会是你。这次我绝对不会看错的，这块原石绝对切不出翡翠。出紫了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紫色翡翠？翡翠颜色浓艳纯正，饱和度极高，这是翡翠里价值最高的玻璃种皇家紫。看这大小，这块翡翠至少值2个亿。我800万就卖掉了。邵先生，你800万卖掉的是一块品相差的原石，
不是紫翡翠。眼神不好，你当什么鉴定师啊？如果不是你说这是块废石，我不可能800万就卖掉。你害我亏了2个亿呀！我要跟保总投诉你。金鉴定师，这块紫翡我出价2个亿买下如何？我出3个亿，我出5个亿。5个亿，你见过吗？你别太得意了，等你哪次看打眼了，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金鉴定师，这是盛老板送来的翡翠原石，麻烦您品鉴一下。这块原石皮壳粗糙，松花稀少，颜色斑驳，一看就开不出翡翠。你看这块原石，黄色蟒带，颜色均匀，说不定里面有黄翡呢。蟒带线条过于规整，像机器画出来的，说不定就是人工造的假原石呢。沈鉴定师还真是见多识广呀。那是，我肯定比你这个古玩店的学徒鉴定经验多。你经验多，都把脑子堵住了。我认为这块原石里有真翡翠。金鉴定师，既然如此，这块原石你们拍卖行能帮我卖掉吗？定价不用太高，4000万。4000万？盛老板，你不会花4000万买的品相这么差的原石吧？当时喝醉了，眼神不好，看到这块原石像很值钱的，所以就买了。这块原石里面的红翡翠价值至少2、3亿，如果我买下，转手就能赚几亿。申老板，这块原石4000万是吧？我买了。好，这块原石归你了。金晴，盛老板喝多了，脑子不清醒，才买了这块假原石。你又没喝酒，也看不清吗？我看得很清楚，里面就是有一块黄色翡翠。这怎么可能？不相信的话，那我们就让小旭切开看一下，让沈鉴定师长长眼呢。这块原石，即便是真的，皮壳表面这么差，也不可能开出什么好品质的翡翠。沈鉴定师睁大眼睛仔细看好了，说不定都是满色呢。不可能。出了。满黄翡翠，色如龙袍，亮如太阳。这还是块帝王黄翡翠。怎么可能？这块翡翠的品相这么差，怎么可能开出帝王黄翡翠？赌石，赌石，有个赌字在前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竟然又看走眼了。各位老板，这个帝王黄翡翠有人想要买吗？我买，我买，我出3个亿，我出4亿，我出6个亿。保总，您这翡翠原石成堆，为什么要跟我们抢呢？原石再多，也不一定出顶级满黄翡翠，色调纯正，润如羊脂，确实是顶级黄翡翠。金鉴定师，6个亿卖给我，怎么样？好，那就6个亿卖给您。好嘞。有缘人，恭喜你赚取10个亿，神龙手升级，可修复世间万物。神龙手升级，古玩物品和人的伤势都能修复。有了这个技能，我捡漏赚钱的方式又多了不少。新任务，等你赚够100亿，本龙赐你寻龙诀。寻龙诀，这个能力该不会是直接告诉我古玩在哪里吧？真是期待啊！但是想得到这个技能，得先赚够100亿。这里的原石都鉴定过了，没有很值钱的了，还是去古玩店转转。请得证瓷器碎片，制作时间2年前。工艺品碎片不值钱。田青花香和月下坠海信图梅瓶碎片。青花瓷瓶，
这要是完整的梅瓶，价值好几亿啊！金殿女士啊，这些瓷器碎片都是我刚收上来的，你有相中的，我可以给你打个折。那这些多少钱？金殿女士，这些碎片我给您按1000块钱一片，怎么样？李老板，1000块一片，你当我是冤大头呢？那怎么会呢？这可都是古玩碎片。别说古玩碎片了，就算我能拼出完整的古玩瓷器，但是瓷体上都是碎痕，那也不值钱呐。再说了，就算我能把它拼完整，你知道那有多难吗？根本就不可能嘛。也就是我用万物修复术才能拼接修复价值几亿的完整瓷器。那您觉得多少钱合适？50块钱一片，这些我都要了。这些碎片，我早上收购古玩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瓷器，本来碎片就不好卖，不卖它估计也卖不出去。行吧，这些碎片一共35片，您付我1750块钱。行。好，您稍等，我去拿袋子给你装一下。行。青青，不捡漏，开始捡破烂了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这些只是破烂而不是宝贝呢？你当我眼瞎是吗？这一堆破烂碎片是什么宝贝？等我拼出瓷器瓶体，再用修复术修复瓶体，那就是价值连城的宝贝。你眼睛是不瞎，就是眼神儿可能不太好吧？你，切！修复瓷瓶，这修复的也太完美了吧，跟新的一样。但是岁月留下的气孔和包浆痕迹还在。等会儿呢，拿给宝总看看，看能不能安排拍卖，我也好变现。你拿个新瓷瓶干什么？难道放在宝总这儿当摆件啊？你的眼睛啊，是真的该治治了。你看清楚了，这是元代青花瓷瓶，不是什么新瓷瓶。元代的瓷瓶怎么可能这么新，还保存的这么好啊？宝总，这个瓷瓶一看就是刚出厂的瓶子，不可能是元代瓷瓶，你可千万别被他忽悠啊！不。瓷瓶青花料自然晕染，马苍土颗粒感胎质，3道接胎痕流畅，是元青花，而且是元青花中最珍贵的萧何月下坠韩信图梅瓶。金鉴定师，萧何梅瓶存世仅3件，都在国家博物馆，你这件是怎么来的？万物修复术不能暴露。我是在一个地摊上买的，花了1000多块钱。我回去后研究了很久啊，我才确定这就是元青花萧何月下坠韩信图梅瓶，值好几个亿呢。是，现在估计能拍到6个亿。你用1000块钱捡了6个亿的漏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？事实就摆在你眼前，你选择看不见，那也没办法呀。哼。金鉴定师，这个萧何梅瓶，你打算怎么安排？要出手吗？宝总，我打算把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坠韩信图梅瓶送去拍卖。哎呀，来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是真品，比我在博物馆看到的那件保存的还要好啊！小姑娘，你打算卖多少钱啊？我打算出6个亿。6个亿，我给你6个亿，你把这瓶子卖给我怎么样？可以啊。
袁老板，你来我这里有什么事吗？袁老板，你来我这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保总，来看看。金剑律师，你也来鉴赏一下袁老板这件收藏品。老板这是要考察我业务能力吗？骑兵的圣木木雕制作时间2128年前。这是西汉著名木雕师骑兵大师的作品。骑兵大师的雕刻古朴厚重，这件木雕风格精细飘逸，风格都不一样，不可能是骑兵大师的雕品。金晴，你这次可打眼了。鉴定术怎么可能出错？金鉴定师啊，这次说对了，这件呀就是骑兵大师的作品，并且是骑兵大师的风刀绝笔啊！金晴竟然鉴定对了。袁老板，这木雕价值连城，可惜右侧有一块小裂痕，这价值大减啊！如果没有裂痕，这件木雕价值好几亿呢。我今天来啊，我就想问问保总这里有什么办法修复它吗？没有。骑兵大师的雕刻水平是空前绝后的，修复他的作品本身难度就极高。其次，兽木在1000多年前已经灭绝了，难以寻找修复的材料。既然这样，这木雕你帮我拍卖了吧。这虽说是一件残次品，但它也是一件难得的收藏品呐。我不收瑕疵品呀。袁老板，我想买下这件木雕瓶。2个亿。行，我出2个亿卖给我，可以吗？金晴到底想干什么？2亿买一件残次古玩？金剑女士，你考虑清楚啊！考虑什么？这件作品毕竟有瑕疵，它的价值最多也就2个亿。以后你如果想出手，很难高于这个价格了。我用万物修复术修复后，价值会翻10倍不止，但这不能说出来。保总，我只是想买回去研究一下骑兵大师的雕刻术而已。小姑娘不但眼力惊人，见多识广，并且勤学好研。你愿意出2个亿，这个木雕就给你了。多谢袁老成全。修复木雕。以木雕现在的无损品相，能卖好几个亿呢。现在还不能拿去给保总，这修复的太完美了。要是保总问我怎么修复的，我也没办法解释啊。还是拿给商老吧。这木雕不对呀。商老，这木雕哪里不对了？我看着也不像赝品啊。雕刻刀法简练，且风格飘逸灵动，这是骑兵大师的作品啊。但保存如此完好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。商老实不相瞒，我刚买这个木雕的时候确实有一点点裂痕，不过我找了个修复大师把它修复好了。那这位大师的修复水平真是高啊。那你有兴趣收藏这个木雕吗？骑兵大师的风刀作品，我自然要收藏的。这件木雕市场价值9亿元，我出9亿收下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觉得不错。我2亿买的，修复一下赚了7亿，太好了。不过商老，您能不能替我保密？我把木雕卖给你的事情。保密？怎么？这木雕来路有问题吗？
这木雕的来路没有问题，是我在拍卖行买的，保总都亲眼见证了呢。那你为什么要我保密你卖木雕的事？是因为我找的这个修复大师不想让别人知道他，万一您对外说是从我这里买走的木雕，那保总和卖家知道了，非要问我怎么修复的，我也不好回复呀。哦，行，我明白了，我一定帮你保守这个秘密。谢谢商老。不客气，以后你收到好东西多往我这边来，我年底呢要准备开一个收藏馆。好，商老，那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不打扰您了，我去寻宝了。好。青铜香炉制作时间78天前，青玉玉佩制作时间1年前，宫羽陨壶制作时间518年前。明代赫赫有名的宫羽大师陨石紫砂壶，要是完好无损，那可价值10几亿呢。这茶壶上油漆还没干，一看就知道是劣质茶壶。金晴，你怎么现在连这种垃圾都收啊？沈鉴定师，你眼里只能看到垃圾，我眼里看到的可是一件宝贝呢。一件宝贝？这茶壶连5块钱都不值。哎，沈鉴定师，我这茶壶10块钱。金鉴定师，这茶壶是一套的，还送4个小杯子呢，10块钱不贵。这套茶具修复一下，去掉油漆，至少能价值10亿。我买了。还说我眼神不好，我看你眼神又能好哪儿去？花10块钱买一套垃圾壶，既不能泡茶，也没有收藏价值。你怎么知道它没有收藏价值？你说这劣质茶壶谁会要？商老会收啊。不可能，商老绝对不会收你这种茶壶的。这壶修复一下，会变成让商老震惊的传世宝贝。修复紫砂壶。商老，您尝尝我泡的茶。哎，好。商老，您尝尝我这套茶具泡的茶。商老，他这套茶具不过是在地摊上买的劣质茶具，油漆味还没散呢，怎么敢拿给您品尝？这茶水清香干冽至极，不是工艺品泡出来的。商老说的对，我这茶是用宫羽大师的陨石紫砂壶泡出来的。你说什么？宫羽陨壶？墨宫录里记载的那套传世作品？是的。宫羽陨壶不是传说吗？在世上不可能真的存在啊！宜兴原矿细子泥，造型合度，刀工灵动。宫羽陨壶是真品。小江，你是从哪里淘到的？我从地摊上淘到的，沈大鉴定师也看到了。昨天我在地摊上看到你买的，明明是套劣质茶具，怎么可能？那是因为我请修复大师把上面的油漆味给修掉了，所以呀，才露出了紫砂壶的真正面目。什么？表面上是劣质茶具的茶壶，竟然是宫羽大师的传世之作？这怎么可能啊！商老，您看这套宫羽茶壶价值多少呢？传世之宝啊，价值10亿。小晴啊，你愿意出手吗？当然愿意。那你让给我，我出10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没问题。下午我要去吴家老宅淘老宅子，有空一起去吧。好。淘老宅子是去即将出售的老宅子里看看有没有值钱物件。一般这种宅子都是祖上大富大贵的时候建造的，后人不成器变卖祖产。诸位，里面请。家里的物件你们有看上的，价格好说。哎，也包括这盆盆景，
这盆盆景是我爷爷种的，说起来，他也养了好几十年了。你们有谁喜欢养这种盆景的，也可以带走。几十年的盆景，这花盆有可能是个古董，让我用鉴定术看看。陶瓷盆景制作时间39年前，康熙12花神杯制作时间339年前。这普通盆景里竟然藏着一整套花神杯，价值10几亿啊！金大鉴定师，这个盆景看着是挺好看的，但是花盆工艺绝对不可能是古玩，一点都不值钱。不能让沈玉察觉到盆景里有宝贝。这盆景看着工艺不咋样，但是这树还不错。金鉴定师，您看上这盆景了？对啊，我之前一直想养一个像这样的盆景。对了，你这个多少钱？你给5000就行。行。我这就找人给您搬到车上。好，谢谢你。金晴，我们去老宅子里，带回来都是这些古玩，你带回来这一个现代盆景，你这算不算是一无所获呀？我带回来这个盆景，比你带回来这些古玩加起来都值钱好几倍呢。怎么可能？我这个古玩价值几百万，我这几个加起来几千万。你那个普通盆景最多也就5000块，加起来怎么可能比我这些值钱？净说什么大话呢？康熙12花神杯之2。花神杯？这真的是花神杯吗？是花神杯真品。花神杯一套6个才值钱，你这只有2个，加起来也没有我这些古玩值钱啊。谁说我只有2个花神杯的？你那普通盆景里面有2个就已经惊世骇俗，怎么可能还有一套呢？做什么梦啊？哟，怎么可能？来，这怎么可能？一个普通的盆景里面怎么能藏着一套花神杯？这盆景是江小姐的爷爷留给她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跟她明说，而她呢也没有认真关注过盆景，否则早就发现了。你早就知道这个盆景里面藏着花神杯是不是？我要是早知道，我早就买下了。我也是看到这个盆景之后我才带回来的，想着江爷爷当年好歹也是首富，爷爷的藏品肯定价值不菲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这花神杯哪叫价格不菲，这叫价值连城啊！就算价值连城，但是有这些裂痕，价值也减了不少。放心吧，我找的修复大师可以修复这些裂痕。不可能，修复大师怎么可能修复得了这种裂痕？修复玉杯。修复好了。怎么可能？这杯子之前裂缝那么严重，怎么可能全部都修复好了？因为我会修复术啊。怎么可能？每个花神杯都修复好了？康熙12花神杯。小姐啊，这花神杯是你的吗？出手吗？出。这样，我出8000万，收你一个，怎么样？我出6个亿，买整套。好啊，商老。老商啊，这可是稀世之宝，你怎么能一个人独吞呢？稀世之宝才能作为我的镇馆之宝吧。老胡，
等我收藏馆开业了，欢迎你付费来欣赏花神杯。好，我付费。哎，对了，小强，你这套花神杯是多少钱收来的？5000块钱。5000？我就眼皮子底下让金晴用5000块钱买走了价值12亿的珍宝。冬瓜桃符制作时间2139年前。秦代的冬瓜桃壶，这要是修复好，至少价值10几亿。桃壶颜料都没干，质量真差。李老板，你店里究竟质量这么差的东西吗？应该是员工弄错了，我这边撤了。哎，李老板，这个桃壶倒是挺别致的，多少钱？你要买质量这么差的东西？我觉得它挺好看的。对了，李老板，这个质量这么差，价格应该不高吧？你想要给50块钱就行。行。你寻宝捡漏，少说也挣了10几个亿了，买摆件就不能买个贵重点的？金鉴定师，您做鉴定师还没几个月，就赚了几十个亿啊！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，你一个堂堂东林拍卖行的鉴定师，买一个廉价又便宜、质量还这么差的工艺品，不觉得丢人吗？不觉得呀，这壶修复好了，可价值10几亿呀！还有啊，沈鉴定师，这个桃壶可一点都不廉价。你50块钱买的，能叫昂贵吗？重点不是我买的多少钱，而是我能把这个桃壶卖出去多少钱。你能卖出30块钱就不错了。我能卖出30块钱的4000多万倍。你说这桃壶价值10几亿？呵呵，金鉴定师开玩笑呢。吓我一跳，这桃壶怎么可能价值10几亿？修复好了，可价值10几个亿。修复陶罐，颜色是比之前亮了一些，等会儿拿给宝总看看。宝总，给您看个宝贝。50块钱买的掉色工艺品，怎么可能是宝贝？掉色工艺品当然不是宝贝，但我这可是秦代冬瓜桃壶。怎么可能？金大鉴定师，我从来没见过保存这么完好无损的秦代古玩。所以啊，我这件秦代冬瓜桃壶世上绝无仅有。你别装听不明白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这个桃壶不可能是古董。宝总，我没说错吧？你错了。这件桃壶灰色胎质，胎色均匀，线纹简洁，是秦代流传下来的。但保存的这么好，确实绝无仅有，价值估计……宝总，这桃壶值多少钱？如果送到国际拍卖会的话，估计能拍到13个亿。跟我预估的一样，值13亿。不过这件桃壶我想买下来，放到拍卖行的顶级古玩展厅。我觉得可以。看看吧。喂，钱叔，有什么事吗？小强，贾老板办私人古玩展，说展出的有宝贝，我买了2张参展票，你跟我一起去看看。好啊，钱叔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宝总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小强，钱老板，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看上我们古玩店的所有东西都能买，价格都好商量。贾老板，你不会借着这展会的名义
卖假货吧。白玉玉佩制作时间77天前。我这里面的鼓啊，可都是真品、精品、工艺品。小晴，你慢慢看，没准还捡个大漏。哎，你可少忽悠我们小晴啊！你这儿有个屁的大漏啊！蒲团制作时间103年前。石灵图制作时间728年前。这蒲团里竟然藏着元代石灵图，价值10几亿啊！老板，这个蒲团卖多少钱？我这蒲团可是民国时期的古董，低于5万，我看不买。等，你这蒲团最多是3000块钱啊！就是3000块钱太少了，5000。这可是寺庙里面的大师做过的。小强，你买个别人做过的2手蒲团做什么？钱叔，我最近在研究佛学文化。行吧，等着。老贾，你这蒲团收上来最多也就1000多，我说的对不对？这个蒲团2000块钱让给小晴吧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是10几年的老邻居，就当是支持我们小晴学习了，好不好？行，来吧。好，谢了。你买个蒲团，真的要学习佛学文化？以前没见你对这方面感兴趣。钱叔，我摸这个蒲团的手感不错，这里面应该藏着宝贝呢。里面藏着的石灵图价值10几亿呢。哼，宝贝，这家伙呀视财如命，大雁飞过去他都要拔一根毛。你要说这里面有宝贝，奇怪了。如果我在这儿取出蒲团里的宝贝，以贾老板的性格，说不定会把宝贝抢走。咱们去找商老把这个东西取出来吧。行，走啊。商老，麻烦您鉴赏一下这个蒲团。这是民国旧物呀。材料还行，做工一般，顶多值几千块钱吧。几千块钱的东西，小晴也不会拿给我看。这里面肯定有秘密。商老，您就别捧金情了。这个蒲团里要真是有什么秘密，从民国到现在100多年，其他人怎么没发现呢？这其他人又不是我，其他人可没有透视术啊。你牛，那你倒是说说，这蒲团里到底有什么秘密？我玩寻宝的乐趣，当然是自己找到这些宝贝的值钱之处呀。强词夺理，我看这蒲团里根本就没有秘密，你就是拿我们寻开心罢了。哎，这蒲团里有东西。那就请商老帮我打开蒲团吧。取出来的说不定也只是填充物罢了，能是什么宝贝啊？那可不一定。这是石灵图。石灵图，佛家至宝。是。哎呀，竟然是石灵图呢，这得价值10几个亿吧？石灵图是佛家至宝，怎么可能藏在一个普通的蒲团里？商老，这个是赝品吧？纸张纤维自然上色，上色用的是元代特有的矿物燃料，笔法强劲有力，线条繁复精细，风格融合了工笔重彩和水墨写意，这是元代石灵图的真品啊！小晴，你的直觉简直了。你说这蒲团里面有东西，有古怪，还真有东西，还是价值连城的宝贝。那还得多谢钱叔带我去这个展会啊，要不然我怎么会捡到这个漏呢？哎，小晴，怎么了，商老？我有一位老友对这石灵图推崇至极呀，我帮他出15个亿，买下这个。15个亿啊！没问题。
哎呦，哎，哎呦，小青，看来贾诺的古玩展上真的有好宝贝啊！要不还没结束呢，咱再去看看。行，商老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有事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好，拜拜。我也去看看，说不定能捡到什么漏呢。哎呦，沈鉴定师，这可是我个人举办的古玩展，你要参观的话得买门票，价格2000块钱。我们东林举办的高端古玩展才1500，你一个私人古玩展竟然要2000。哎，那可不一样，我这店里面啊，到处都是宝贝，没准儿你还能捡漏呢。亲情确实捡了15亿的大漏。付过了。灵感扇极，制作时间398年前。喜乐贴，制作时间415年前。灵感扇极，明代的道家典籍，保存的还不错。戏本5万，这一套呢就是20万。这套古书顶多值10几万，20万买算是溢价，这可不算是捡漏呀。我告诉你，这买书不一定是捡漏，也能收藏啊。我可不会收藏这么便宜的古书，你卖这么贵，肯定不会有人买。老板，这4套书我买了。好，来。行。金大鉴定师，这套古书顶多值10几万，你花20万买这套书，你是钱多没地方花了。这套书在你眼里只值20万，但是在我眼里，它是千古绝唱之宝。千古绝唱？你管这堆破书叫千古绝唱？在我眼里，只有王羲之的字帖才配得上千古绝唱。这本书里藏着的就是王羲之的字帖。沈鉴定师，在爱书人的眼里，每一本古书都是千古绝唱。你不喜欢学习也就罢了，不要影响我们小晴学习嘛。小晴，不过你花20万买这些书，确实有点亏。你怎么不喊我过来讲价？钱叔，20万真的不亏，里面藏着东西呢，肯定是宝贝。宝贝？我们拿给商老看看吧。可以。走。商老，这套古书是明代末年常见拓印版，对吧？是。我就说吧，这套书不值20万，你就买下了。你看，就是打眼了吧？沈鉴定师，我花了20万买下这套古书，可没有打眼。商老都说了，只是一套普通古书，根本不值20万。书是不值钱，但是里面隐藏的东西很可能价值不菲哦。书里藏宝贝，你可真是异想天开。这书里藏有东西？怎么可能？我就是发现书里藏了东西，才花了20万买下它的。可能就是被折叠粘住了，并非藏有东西。商老，麻烦你把东西取出来吧。好。即便里面藏有东西，那也不见得是宝贝。王羲之的喜乐帖。我原本以为里面藏着宝贝，没想到是千古绝唱之宝呀。王羲之的喜乐帖，我记得不错的话，拍卖会上好像拍出2个亿，这一张也值2个亿吧。王羲之的字帖，一张就要2亿。商老，这个一定是赝品吧？字帖用笔峻丽沉著，结字变化流畅，书尾收锋，折角处有3叠墨，纸张包浆自然，是王羲之的字帖真品啊！
我这是又捡了个大漏啊！20万就买到了王羲之的字帖，那可不就是大漏吗？对呀。哎，不止1张啊！那这一套总共得有8张吧？8张？啊！商老，这按照1张2亿算的话，这一套得有16亿吧？是。什么宝贝16个亿？哟，秦老，老秦，你看，这王羲之的喜乐帖，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见到喜乐帖的真品呐！老秦，这喜乐帖呀是小晴的哦。小晴，我们商量一下。商量什么？小晴，你把这喜乐帖让给我，多少钱都行。行啊，不过不是1张，而是1整套。1整？这竟然是一套，绝无仅有啊！老尚，你刚才说的价值16亿的宝贝，说的就是这套8张字帖？是呀，老秦。行，16亿。林助理，把支票给我。哇！钱叔，没想到这贾老板的古玩摊上这么多宝贝啊！你在他那儿捡漏的事儿，可别跟他炫耀啊！我知道了，不会跟他炫耀的。不过我还想再去看看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宝贝。诸位，都来看看我的原石啊，品相非常好，这大概率呀还能开出翡翠呢。原石表皮一点松花都没有，怎么可能开得出翡翠啊？你这儿估计也没什么宝贝了。即使开不出翡翠，也能开出宝石和玉石啊！我们再看看吧。鉴定书和透视书都显示这是普通石头，不值钱。唉，贾老板，你这些翡翠原石品相质量确实不太好，没有一个里面有翡翠的。本来就是从黑市拍卖会拉回来的废料，能卖一个是一个。哼，就算它品相不好，也可以用啊。你看看这块，你看这质地多么绵柔，就算它开不出翡翠，它也能做雕刻摆件啊。火星矿石。拍卖行前几天拍的火星矿石按克计价，1克30万。这些黑色石头如果都是火星矿石，那得值几十亿呀！贾老板，这些石头多少钱一块？贾老板，这些石头多少钱一块？这石头不贵，200块。那你这价格倒是可以啊。那你准备买多少呀？火星矿石1克30万，这一块的重量差不多就能卖1亿，200块钱买下，这漏捡的简直不要太大。之前你说过，这些石头可以用来雕刻嘛？既然用来雕刻，那就要多买几件，万一雕刻的话，可以用来替补。对，那你多挑一些。这些石头我都要了，一共3200块钱，对吧？对。等会儿派人给我们送过去啊。行，你放心吧。走。等会儿把这些火星矿石都给宝总拿过去，他肯定喜欢。这些不是贾老板古玩展上的原石废料吗？你拿给宝总看什么？这些废料里难道有宝贝？贾老板的原石废料里当然没有宝贝了，可是这些石头本身就是宝贝。这些石头连原石都不是，怎么可能是宝贝呢？谁说只有原石才是宝贝了？这些可是火星矿石。火星矿石当然不……什么？
你说这些是火星矿石？质地细腻，触感轻微软绵。这从外表和质感看是火星矿石。张助理，把这块送到检测室检测一下。亲情的运气不可能这么好，这些不过是和火星矿石相似的原石罢了，不会是火星矿石。包总，经检测，这些石头里含有火星矿石特有的稀有气体，同位素亚36、氖20等，确定这块石头是火星矿石。竟然是火星矿石，亲情的运气怎么那么好？包总，据我判断呢，这些全部都是火星矿石。哇！张助理，把这些都送到检测室检测一下。好。金姐女士，如果这些都是火星矿石，那拍卖行以30万每克的价格收购，怎么样？我觉得可以。有1-2块火星矿石，就已经算是你逆天了。你竟然幻想这些石头全部都是火星矿石，做梦都不敢这么做。你连发财梦都不敢做，还真是活得小心谨慎。我是不敢做梦，这些不可能全部都是火星矿石，绝无可能。怎么样？检测了3遍，这16块石头全是火星矿石。包总，那咱们称一下这些矿石多重吧。好。这个我都已经称过了，总共呀是6039克。每克30多万，总共是6039克，那一共是18亿1170万。对。有缘人，恭喜你赚够100亿，本龙这就赐予你寻龙诀。使用寻龙诀后，我就能知道离我最近的古玩的具体位置。有了这个技能，我以后再也不用一个一个的用鉴定书判断古玩了。包总，没有什么事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去古玩街试试这寻龙诀有多好用。沈健女士，你近期去古玩街转转，获取一些有价值的古玩。好。使用寻龙诀。来了，看看。青铜酒杯制作时间3019年前，3000多年前，这是周代的青铜酒杯，修复后价值几十亿。有眼光啊！这个酒杯啊，可是我从山村里收过来的，据说是个传家宝，传了6代人啊，它肯定是个古玩。刘老板，你说这个酒杯传6代人，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好好保存呢？这个酒杯表面掉皮掉色很严重，像是被某种做旧的药水泡久了一样，而且纹饰不清楚，年代也判断不出来，根本就不可能是古玩嘛。这酒杯在土里埋了3000多年，被氧化腐蚀的是有点严重。沈鉴定师，你可别冤枉我啊！我这个青铜杯肯定不是个工艺品，我虽然看不出它的来历，但它肯定是个古玩。老板，这个酒杯多少钱？3万，少1分不卖。行，3万就3万。来了。这青铜酒杯怎么看都不像是古玩，亲情这是被摊主忽悠了吧？要打眼了吧？金鉴定师，有事儿？有事儿？金鉴定师，这个酒杯看起来非常古朴，我觉得拿给保总鉴定一下，说不定呀是个古玩。这就是周代古玩，不过损坏严重，我先修复一下。
这酒杯损坏这么严重，字都看不清楚，怎么可能修复得好呀？我当然能修复好了。我看你就是觉得自己看打眼了，不敢拿给宝总看吧？你怎么知道我不敢？我只是想先修复好，再拿给宝总看。你自己修复水平低，你不要觉得别人和你一样。我让来修复酒杯的人，那可是修复大师。哪有什么厉害的修复大师？这个酒杯肯定修复不好。修复青铜酒杯。纹饰清晰，裂纹也消失了。过几天再拿给宝总看看。青晴，你拿来的这个青铜酒杯怎么那么眼熟啊？这是前几天我在刘老板的古玩摊上我买的那件纹饰损坏的青铜酒杯。不过呀，我已经修复好了。你竟然真的修复好了？那当然了。这酒杯损坏这么严重，字都看不清楚，怎么可能修复得好呀？就算你能修复好又怎么样呢？这上面的花纹，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都不是，就是个现代工艺品，不可能是古玩。唐朝上面还有夏商周好几个朝代呢，这就不能是周代的青铜酒杯吗？不可能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周代青铜器。没见过不代表没有，你见识少也不是你的错。今天就让你长长见识。你，宝总，您看它是不是就是工艺品？沈鉴定师，这青铜酒杯不是现代工艺品，就算是古玩，也不一定就是从周代流传下来的呀。酒杯盘螭纹饰流畅规整，铭文是周代金文，古朴刚劲，锈色自然，锈层有层次感，完全符合周代青铜器的特征。符合特征也不一定是真品。沈鉴定师，这个青铜酒杯确实是周代青铜酒杯。又让金青捡了一个漏。宝总，那这个酒杯价值多少钱呢？我记得前不久的拍卖会上拍出了一个16亿的青铜大鼎。我这个酒杯呢，虽然体积小，但是我的保存的更完整，价值更高。确实。这样，拍卖行给你出18个亿买下。我看可以。金鉴定师，以你现在的鉴定能力和捡漏能力，已经可以成为古玩大师了呀！您过奖了。那我去把这个青铜酒杯放到保险室，你自便。连古玩收藏室都没有，也配称为大师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收藏室？你手里那些捡漏的古玩都卖出去了，怎么可能还有古玩办收藏室呢？我手里的古玩还多着呢。切，怎么可能？3天后呢，我的收藏室将举办个人古玩展，参展费5000，欢迎来鉴赏。5000？你怎么不去抢钱啊？哎呀，没钱你可以不来嘛。区区5000块钱，怎么可能没有？有钱你就来呗。行啊，去就去。我就不信你有足够多的古玩去开收藏室，还能办展会。我手里现在确实没有古玩，但是3天的时间足够我用寻龙诀寻找到足够多的古玩。使用寻龙诀。和田玉羊脂白玉，制作时间198年前。老板，这个玉佩多少钱？100块。炫德香炉，制作时间578年前。琉璃玉如意，白玉雕像。再寻几个大件古玩，就能回去布置展会，邀请大家来参展了。商老、胡老、李少、李老板，欢迎来参加我的个人古玩展。
这5000的参展费，我倒要看看里面有没有好东西，到底值不值这个票价？放心吧，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5000块钱的票价，如果你的展会里有假货，小心我向古玩协会举报你。可惜你没有机会举报了，反而很有可能被震惊到。怎么可能？我什么东西没见过？唐代谭雪大师的绝笔山水画，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这个啊，是我捡漏捡到的。小晴啊，这次展会办得不错，商老刚才可是说了，你在咱们古玩界那也是有名的古玩大师了，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。这以后我在古玩圈也有一席之地了，且我有鉴定系统，未来的生活定会越来越好的。